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血液都应该是流通顺畅的，但如果体内出现血栓，就会堵塞血管，造成血液流通不畅，这样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疾病。那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很简单。先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双腿伸直，全身放松，然后踝关节做顺时针的旋转，两脚同时进行，坚持做一会儿，再做逆时针的旋转，这样反复练习5分钟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下肢的血液流动，对疏通血管、预防血栓有很大帮助。那除了多做运动外呢，还可以通过饮食调节来预防血栓，就比如说多吃一些可以通血管的食物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。山楂呀是常见的水果，味道酸甜，营养丰富。山楂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三萜酸，有软化血管、活血化瘀、改善微循环的作用。没事多吃点山楂，或者呢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帮助保护血管。很多人睡眠质量都不太好，一旦失眠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第二天还精神不好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睡前做一做，有助缓解失眠。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梳头大家应该都会，平时没事的时候都会用梳子梳头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可以每天睡前用手指梳头，可以先从前额的发际往后梳，然后再向头两侧梳，每次梳100下左右，用力要均匀，不要太过的用力，以免伤害头皮。这样梳头可以促进头部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不仅能促进睡眠，还能够改善白发和脱发问题。经常失眠对身体不好，所以要好好的调理才行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可以尝试一些助眠食物，比如桂圆、酸枣仁、百合等，对缓解失眠都有帮助。但经常睡不着觉，失眠多梦，其实这和肝血不足有很大关系。肝藏血，主疏泄，所以呢，肝血充足，人也会入睡的比较快。想要养肝血，可以常吃2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黑芝麻。黑芝麻是一种常见的黑色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。黑芝麻中含有大量维生素、卵磷脂、蛋白质以及糖类，具有滋补肝肾、润养脾肺的作用。经常的吃一些黑芝麻，对补肝血也有一定作用。第二种，枸杞。枸杞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具有清肝明目、滋补肝肾、疏肝养血的作用，是补肝血非常好的食物。那经常泡水喝，还能够提高免疫力，对肝脏健康有帮助哦。所以常吃上面这2种食物，能够帮助很好的养肝血，肝血足了，睡眠也会越来越好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，还可以呢用陈皮泡水喝，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，也能够改善失眠。上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呢晚上也是需要刷牙的，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。如果经常晚上不刷牙，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？第一个，可能会出现牙周疾病。晚上不刷牙，吃的食物残渣会留在牙齿缝隙内，这样很容易滋生大量细菌，形成牙菌斑，从而出现牙周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。上面说了，如果晚上不刷牙，很容易出现牙周疾病，这样就会影响咀嚼功能，不能全面的吸收营养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。所以每天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，这样牙齿才能够健康哦。那除此之外，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喝点菊花茶或者是蒲公英茶，可以帮助预防口臭。很多人一到了晚上就感觉到心烦意乱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。那今天呢教大家一招，可以帮助缓解和预防失眠。大家如果感觉到心烦意乱睡不着，可以呢推一推手臂，从肩膀往手腕的方向推，推手臂内侧，因为内侧是心经的循行部位，每条手臂推81下就行。这样推手臂可以顺气安神。推完之后，再把我们的双手放到头顶，这样宁心安神一会儿再去睡觉就可以了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哦。失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，建议经常失眠的朋友还可以喝一些味源红枣茶、蒲公英根茶、玫瑰花茶等，都有帮助睡眠的功效哦。叶就是艾草的叶子，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。其实艾叶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如果经常用它煮水洗头发，会有3个好处找上你哦。好处1，有助睡眠。
艾草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对于经常失眠的人，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这样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压力，放松神经，睡眠质量自然也就提高了。也可以呢用艾叶泡脚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。好处2，去头皮屑。很多人都有头皮屑的困扰，这时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能更好的促进头发生长和新陈代谢，帮助滋养头发，去除头皮屑，对女性来说非常好。好处3，改善月经不调。艾叶属于温热性质，用艾叶煮水洗头能够温经止血、散寒调经，不仅可以改善月经不调，对缓解手脚冰凉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艾叶，多用玫瑰花泡水喝也能够帮助调经。桑葚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水果，它味道酸甜可口，很受人们的喜爱，而且有些人还喜欢用桑葚泡酒喝，认为这样可以补肾强身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平时比较受欢迎的是紫黑色的桑葚，那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桑葚可以补肾。其实从桑葚的营养上来看，桑葚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， 具有延缓衰老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事实上呢是有一定的补肾作用的，但是用桑葚泡酒这种做法就不建议大家做了。因为有的人是直接将桑葚放到白酒中密封的，这样做会使桑葚的营养流失，并且白酒的酒精浓度比较高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起不到养生的作用，反而会损害肝脏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并不提倡大家用桑葚泡酒喝。除了桑葚，用枸杞、人参泡的白酒也不建议大家多喝，因为也对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呢就别再浪费桑葚、枸杞、人参这些食材了。睡觉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大事，此话说食补不如觉补，只有睡眠充足，才能精力旺盛，更好的完成白天的学习和工作。若能在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，容易长寿哦。我们睡觉的黄金时段有2个，一个是晚上9点到11点，另一个是早上5点到7点。如果这2个时间段都能处于深度睡眠，那么不仅精力好，还容易长寿。晚上9点以后，身体机能会逐渐的平缓，如果这时能上床睡觉，处于深度睡眠状态，能够让身体得到很好的修复，有利于保护身体健康。但如果经常熬夜，凌晨1、2点才睡觉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身体各个器官受损，不利于健康。而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是气血循行的时候，若能够休息好，有利于气血运行，并且呢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能够让身体自我修复，增强免疫力，减少生病的几率。所以每天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。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会排便，虽然说排便是一件小的事情，但是排便时间也是有讲究的。经常在2个时间排便的人，或许肠道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一个是早上，我们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消化，肠道里面会堆积很多的毒素，这时候就需要把它排出去。那么早上6点到7点就是最佳的排便时间。如果你能每天在这个时间排便，那么肠道也会更干净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第2个是晚上睡觉前，我们经过1天的消化，这时候肠道中也会堆积很多毒素，所以我们睡觉前需要把它们排出去，这样可以减少体内毒素堆积，对肠道和身体都有好处。虽然这2个时间排便最好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被便秘的问题困扰。那么大家在饮食上就要多多注意了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吃点蜂蜜、红薯、西兰花等食物，对促进排便有帮助。走路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很多人喜欢用走路的方式锻炼身体。虽然走路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有2个走路时间不仅不能锻炼身体，还可能会折寿哦。第一个，饭后马上走路。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完饭后马上走路，因为饭后体内较多的血液会流向胃部，如果这时走路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健康，有损寿命。可以呢饭后半小时后进行走路。那胃不好的人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点蒲公英根茶，可以帮助养胃。第2个，早上6、7点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也是锻炼的好时候。
但是早上湿度比较大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湿气入侵身体，也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建议大家呀，还是不要早上进行走路了，可以下午4点左右，这时走路呢是最好的。温馨提示：走路时要选择合适的鞋子，走路的步数保持在6000步左右比较好哦。好了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点击关注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